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2月3号，礼拜天。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聊两个新闻，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环节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在留言区贴出来，付费会员的问题会优先的回答。但是如果要是付费会员问题回答完了之后，大家的问题我们即使不是会员，我们也尽量多回答一些哈。今天呢，先聊两个新闻。第一个新闻呢，想说一下北京出现极光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当异常的现象。这个呢是新华社的报道。说12月1号晚上，在北京的怀柔区和门头沟区等地均有天文爱好者拍摄到极光现象，引起网友的热议。按照科学上的解释，极光的这个发生啊，是因为太阳风啊，就是从太阳吹出那种高速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之后呢，因为地球有磁场，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荷啊，带电的这个电流呢，在这个磁场的这个作用之下，它会这个受力，受力之后呢，这些带电粒子它就会发生偏转，偏转之后呢，和这个大气中的原子发生碰撞，于是呢就造成一种发光的现象。但是呢，一般来说，这种发光现象都是发生在很高纬度的地区，偶尔会发生在中低纬度。中国人呢是古代把极光呢称为赤气啊，赤的话就是这个颜色这个红色的那个赤啊，赤色的那个赤。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呢，这种中低纬度见到极光的现象，意味着人世间也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我们一会儿会谈一下哈，为什么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大凶之兆。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香港的问题。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就是10月29号，全票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是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豁免和特权。现在这个法案的话呢，其实是只是通过了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大家知道这个众议院啊，它是有很多的委员会的啊。这个众议院435个议员，它分成很多的委员会，因为不可能大家都去搞外交，大家都去搞情报，或大家都去搞一些这个国会的预算等等。就是它是把435个议员分配到不同的委员会里边啊，你们这波人管什么，那波人管什么，司法委员会啊，外交委员会啊，情报委员会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在一个委员会通过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说很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国会通过。美国这个国会的外交委员会在就这个事情表决的时候，39票赞成，0票反对。所以呢，他一定会放到 floor 上去，给大家去投票啊。如果在众议院投票通过的话，那参议院如果众议院是如此高票通过的话，那么参议院很可能也会高票的通过。这个法案如果一旦通过的话，就是将导致香港驻美的3个经贸办事处会被迫的关闭。这意味着说，香港的特殊地位被取消，而被视为完全等同于一个内地城市啊，就跟上海、北京什么之类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金融、高科技和转口贸易等和世界连接的最重要的通道被堵死。我们一会儿呢会谈一下香港经济现在触目惊心的惨状，特别是股市和房地产。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疾控中心呢要求美国4大机场的传染病监测呢扩大到30多种病原体，包括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现在呢天气转凉，各种病毒开始肆虐，肺部和呼吸系统呈现疾病高发的态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特别是美国这边它这个温差的变化非常大。我非常推荐有呼吸系统和肺部疾病的人呢去试一下扁康丸。传统的含义认为，肺呢是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病和重症肺病呢都是因为肺部积热导致的。扁康丸能够清除肺部的垃圾，增强肺的功能，强化这个人体的免疫力啊，所以这个扁康丸呢对于这个治疗这个肺病啊是这个非常有效的，而且呢它起到一种很好的这种预防的作用，从根本上去解决肺部和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美国纽约呢有一位 Grace 女士啊，她就曾经患有肺部的纤维化，不停的咳嗽，浑身乏力啊，这是她在油管上的一个 witness 啊，就相当于她自己亲身的经历，说话都不想说啊，爬楼梯都很困难。服用扁康丸1年半之后呢，基本上就可以正常生活了。那么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扁康丸呢，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产品都带着扁康丸的字样，鱼龙混杂啊。为了保证大家买到正宗的扁康丸，就是一定请大家到节目下方的扁康丸全球服务中心唯一官方指定的网站去购买。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专家咨询进行这个咨询哈，然后呢也可以拨打热线。扁康丸呢在这个很多国家都提供客服的热线啊，包括北美、台湾、日本、新加坡、澳洲、欧洲和中国大陆等地啊，这地方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亲身的经历哈，大家可以看一看。OK， 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
北京看到极光这个事儿啊，确实是非常的不寻常。当然，科学家呢有科学家的解释，认为这是太阳发射的带电粒子被地球磁场带动之后和大气中的原子碰撞出现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叫极光呢？就是因为它经常发生在北极和南极地区，所以在低纬度呢是很难看到的。北京的纬度呢是40度啊，这属于中纬度了，因为你知道这个赤道是0度嘛，然后两边各有90度，所以北京这个40度的话是属于中纬度地区啊，看到极光呢就非常的罕见。中国古人把极光称为赤气啊，这个赤色的赤啊。汉代大儒董仲舒呢曾经提出一个叫做天人相与的理论啊。我们知道当时汉武帝在这个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事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董仲舒呢曾经给汉武帝上3道表啊，就叫做天人三策嘛。这天人三策的话，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天人相与，就是天象和人事之间的变化是有对应关系的。中国人也讲这种叫做天人合一嘛。所以呢，中低纬度见到极光是属于非常罕见的现象，意味着人世间呢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不是水旱就是兵灾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不利于国君。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清咸丰9年秋8月癸卯夜，赤气起于西北，艮于东北，平民始灭啊。就说什么意思？就是清朝咸丰9年的时候，咸丰是清朝皇帝的一个年号嘛，咸丰9年。秋8月啊，就是秋天8月份癸卯夜啊，就是一个具体的日子。说西北方向呢出现极光啊，一直是贯穿到东北，然后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极光才消失。咸丰9年是哪一年呢？就是公元1859年。很多人听到这个年号就会觉得，听到这个年头啊，就会有一种联想，因为我们知道第2年1860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啊，第2次鸦片战争的爆发。第1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第2次鸦片战争是1860年。当时咸丰皇帝丢失了天津啊，丢失了北京，仓皇逃往热河。那个时候就是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后来这个圆明园被烧掉嘛，就是在1860年。咸丰皇帝逃到热河之后，在热河的行宫就病逝了。所以这个1859年出现这个极光啊，到第2年的时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然后咸丰皇帝逃离北京啊，然后在热河病逝。唐朝的道士李淳风啊，大家知道他和这个袁天罡是这个并列的啊，唐代最有名的2个预言家，就是写推背图的这2个人。李淳风呢撰写了一本书叫做《以四占》啊，其中认为说赤气出天船中，不出1年有自立者啊，就是如果要是在天上出现这种极光的话，不到1年就会有人自立为皇帝。这个自立的话，就让人联想到习近平了，是吧？就是如果有人自立为帝的话，等于是把习近平踢到一边去了嘛。实际上呢，关于这个中共的结局民间是有很多的预言啊。有一本书叫做《铁板图》啊，其中最后一章的话就是讲中共的命运。图形很简单，就是2座山峰啊，然后的话先后飞过去4只黑色的鸟，然后有1只白色的鸟，这是第5只啊，然后在右边的山峰撞上山了啊，在半山腰被撞啊，然后呢血溅峭壁。因为这个中共前面这个4个都过去了啊，这个习近平属于第5代嘛，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其实很相信的啊，所以他认为撞死的那只鸟就是他自己，因为那只鸟是一个白色羽毛的鸟啊，前面那个都是黑羽毛的啊，就第5只鸟是白色羽毛啊，所以他就是第5代。然后白和羽这2个字加在一块呢，正好是习近平的习字的繁体字的写法，所以习近平就有一种生死国灭的危机感。至于说为什么白羽鸟撞山啊，这个习近平认为是中箭带伤啊，才飞不高啊，于是才撞山而死。在推背图的第46项中就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嘛，就是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就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箭，勇士后门入地宫。所以呢，就是说感觉好像是有人要行刺啊，这个行刺的这个人呢，名字中有一个弓字啊，就是这个弓箭的弓。像李克强啊，这带弓啊，李强也带这个弓嘛。然后呢，说这个东边门里伏金箭，勇士后门入地宫的话，就是一种兵变的感觉了。所以习近平是非常怕人行刺的。习近平出国到哪个国家都要带一个警卫营，他要把整个酒店都包下来，而且还得把酒店的地毯啊、窗帘全部换掉，服务人员全部放假啊，换上自己的人啊，南非的服务员啊、越南的服务员、美国的服务员都给我走人，全部换上自己的服务人员，把酒店变成一个他临时的行宫。另外，其实不光是在北京出现了极光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在浙江的舟山和福建都出现天宫变红的异象。因为习近平他主要就是从福建和浙江发迹的嘛，先是在福建，然后到浙江，所以习近平身边的这个主要的官员都是浙江帮、福建帮啊。李强就是属于浙江帮嘛，这个像蔡奇就属于福建帮，所以等于是习近平自己发迹的地方出现了这样的凶兆啊，所以感觉极光的凶兆呢也是会
应验在习近平的身上。这个事儿呢，因为它是有一点玄学了哈，所以我们只是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中国古代这种对天人合一啊，对于这种极光出现的时候的一种看法和解释哈，也跟那个现在的情况做一点对照。下面呢，想说一下香港的事情啊，咱们刚才提到，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11月29号的时候，以39票赞成、0票反对，修订并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做《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取消对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特定的特权和豁免。有专家分析，就是说这个法案呢，就是说等于美国不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啊，把香港完全视同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跟北上广深没啥区别了。如果参众两院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它可能会让很多其他别的国家和其他别的国际组织相继效法。比如说什么国际奥委会啊，香港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 member 啊，进入国际奥委会的。那如果没有一国两制的话，香港就跟中国合并呗，跟中国大陆就合并了呗，对吧？啊，包括比如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一些这个什么联合国的什么教科文组织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组织，很多时候香港都是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啊，就是一个独立的地区啊，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去参与这些国际活动。那么现在呢，如果美国通过这一法案的话，其他别的国家如果效仿，香港会从这些组织中被踢出去。所以就是说，美国这个法案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这个叫带动这个风气之先吧，啊，让别的国家的话很快就会跟进。这个法案因为在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哈，39-0，那么然后就到众议院的 floor 上啊来进行 debate 啊 ，debate 也可能不 debate 就直接表决了。如果众议院通过之后呢，参议院的话也会这个需要有人去 sponsor 一个类似的法案，然后如果也通过的话，最后交给拜登1000字啊，这个法案就成立了。那这个法案的话呢，又要求给予目前华盛顿、纽约和 San Francisco 啊旧金山的3个经贸办啊，就是仅次于外交豁免的特权啊，就相当于香港等于是驻纽约、驻华盛顿和驻三藩市啊，就是这个旧金山啊，相当于它有一个类似于领馆的那么一个机构。现在的话要把它们全部这个关闭啊，就有点像香港在美国的这个经贸办啊，就有点像 TACRO 啊，就像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一样，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中华民国驻美国的大使馆。所以在香港这边，它在香港在美国这边的话，它有3个类似于准领馆的那么一个机构。那如果美国取消了这个它的经贸办所有的外交这个特权之后呢，这些经贸办就需要在180天之内关闭。那这个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也就没有那么敏感了，但是我们可以从香港政府的反应看出来。这个美国刚刚在这个29号下午，就是等于是香港的凌晨啊，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呢，香港那边几个小时之后，它是凌晨的时候马上就有反应，就是2-3个小时就马上就有反应，就发声明了。发声明对相关的法案予以强烈的谴责啊，认为这是完全漠视了香港特区一国两制的地位啊，说是这个恶意污蔑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正当和合法目的，诋毁香港特区政府，不拉不拉不拉啊，粗暴干涉香港事务等等。这是香港政府这边的反应，然后紧接着的话就是有多个建制派政党和组织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抗议。然后亲中团体这个所谓保卫香港运动，星期五12月1号下午的时候，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抗议，强烈谴责这个美国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呢，还有人这个拉横幅啊，这个喊口号啊，这个不满美国干涉香港事务啊等等。其实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到底有多重要？之所以在这个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留着香港，就是希望给中国大陆这个共产集权这样的一个政权呢留一个出气口啊。所以香港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不管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它的作用都非常的重要啊。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就是一个中共各路人马、各路情报机构啊，就在香港非常的活跃啊，然后通过香港再去影响其他世界别的地方。在这个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呢，香港港资成为最开始一批向中国大陆投资的这一批人啊，就带动了大陆的这种经济的繁荣。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到底对大陆来说有多重要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2018年的时候，中共所谓引进外资多少钱其中70%以上都是港资啊，就香港当时的就是到大陆的资金的话，就是叫做外资其实是港资，所以香港是一只下金蛋的鹅呀。
中共自己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啊，称之为历史文件啊，当然也就等于你自己否定了一国两制啊。既然这样的话，你也就别怪别人不承认你的一国两制了嘛。现在呢，这个香港的公务员在就职的时候都要宣誓向中共效忠，这就造成了很多公务员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良心啊，他不能向中共效忠嘛，于是就造成香港公务员的离职潮。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公务员辞职人数持续上升。根据港府数据呢，这个上年度辞职的人数接近4000人，辞职率达到2.2%，这是属于1997年以来这个创下了一个记录了。然后呢，这个香港很多政府他想招这个人呢，这个招不上来啊，所以现在香港的公务员缺口也很多。这是这个法广的报道啊，就讲到这个香港公务员的辞职潮创了25年来的新高嘛。这是2003年11月份的这个一个报道。这个香港呢，其实本来是做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的港口啊，然后很多中共进口受限制的商品都可以先从香港进口，然后再从香港呢再进入内地。所以很多这个高科技啊，对中共的这种禁令都可以通过从香港进口绕过去。那些高科技的禁令对香港都是网开一面的，是吧？所以如果香港被视为一个内地城市，等同于北京、上海的话，那中共的高科技、中共的这个就是金融资本啊，中共的转口贸易的通道都会被堵死啊。这个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损失非常大，就等于把你鼻子给捏住了一样。香港的经济现在有点惨不忍睹啊，香港的房地产持续的下行，下行到什么程度呢？土地的流拍率创了纪录。今年前11个月公开招标哈，这个土地只卖出了1/3，这就对香港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啊！因为香港它过去政府是靠卖地这个有收入嘛，而今年的卖地的收入只有121亿港元，121亿港元相当于什么概念？15亿美元啊，非常非常少，相当于预算数的11%。也就是香港政府本来想卖掉1200亿的土地，结果只卖到了121亿港元。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香港现在这房地产有多么的不景气啊！香港政府这个卖地收入的峰值是在2017年，那一年香港光卖地的收入就达到了1650亿港元，1650亿，现在只有121亿，什么概念啊？相当于8%啊，7%不到8%啊，相当于7%点几。也就是说，跟高峰相比的话，雪崩超过了90%还多啊，就相当于相当于这个93%嘛，都没了。那这个高力国际集团11月30号的报告显示说，香港政府今年前11个月公开招标的土地只卖出了1/3啊，流标率呢也创了新高。不光现在香港的土地啊，现在卖不出去，楼市现在等于垮掉了，香港的股票市场啊也出现了问题。现在香港股票大家可能知道，前2天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台湾那边的这个它的这个股指已经超过了香港的股指啊，别的国家股市都在往上升啊，香港的股指在往下降。这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香港股票流动性堪忧，4万亿美元市场如今死气沉沉。说这个过去的3年里边，作为这个金融中心的股票成交额已经大幅的下降，反映出投资者对于在香港交易所股票的兴趣啊，这个交易所股票的兴趣持续的减弱，交易活动减少也是股价波动增幅加大的原因啊，因为交易量很小嘛，所以你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拉盘啊，很少的资金也可以砸盘。所以呢，这个香港现在股市的波动性就很大，股市的波动性大，其实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嘛。而且有一些股票在一些交易日就几乎没有成交。所以现在这个香港，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股市的情况跟内地也差不了多少了啊，跟这个深圳跟上海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了。而且呢，就是说中共在香港搞的这些事儿倒行逆施啊，就是让国际社会非常的吃惊啊，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在国际社会上会觉得这事怎么能发生在，怎么可能发生在香港，是吧？就像这个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他就是被安了一个罪名啊，叫做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啊，完了之后就把他抓起来啊，一直到现在还在坐牢。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香港众志的这个联络人叫周婷啊，她这个人是这个女孩子才20几岁啊，她是在这个当时在日本留过学啊，所以她这个日文也不错，英文也不错。因为一般来说在香港长大的小孩，如果你是受基础教育的话，在香港都要讲英文的，所以他们的英文也很好啊，这个日文也很好。这个周婷呢，在2020年就被判刑了啊，因为香港国安法一通过之后，那周婷很显然跟黄之锋啊这批人都是属于一样的啊，
香港众志党的这个成员嘛，然后呢，他后来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呢，因为他在国际社会上很有知名度加上他日语流利所以在日本也很有知名度，所以就很多人很关注他，所以中共对他的迫害呢，就不敢太过分尽管如此，他还是坐牢了坐了一段时间牢，然后后来被放，他当时好像是被判了10个月的时间后来被放了，放出来以后呢，他就护照被没收了嘛，就没有办法离开香港。但是呢，就是中共还要迫害他还要再给他这个罗织罪名还要是对他的某些什么行为再进行调查，但是呢，就处在一种取保候审的状态，那就没有护照了嘛。那后来呢，这个他被多伦多一个学校给录取了，录取之后他想到加拿大去留学，留学的话你就得有护照嘛，他就跟这个香港国安警察就提出离境的申请，国安警察就要求他签署悔过书承认后悔参与昔日的民主派的政治活动，然后呢说他以后也不会与相关的人士，包括香港众志的成员或者是学民的成员这个去联络，学民思潮和香港众志是相当于两个当时这个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非常活跃的团体，说不让他再和以前的这些人去联络。然后呢，今年7月份的时候，国安警察还要求他在国安警察的陪同下到中国大陆去。干嘛去呢？就给他洗脑嘛。然后呢，等到回到香港的时候，他等于直接被香港警察把一个香港人绑架到中国大陆去然后让他到中国大陆去参观那些所谓安排好的那些就是什么景点或者是比如说座谈这咱不知道他具体的行程了总而言之，回到香港的时候，国安要求这个周庭要写下一封信件叫做感谢警方的安排，使我能够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这样的信等于是昧着良心说假话嘛。然后后来这个他可能不得已就做了这个事儿，完了这是7月份的事了，9月份的时候拿到了离境这个申请的这个批件然后他就办了护照，就拿了护照之后就离开香港，离开香港之后现在到加拿大。那因为他本来还是处在被调查属于取保候审状态嘛，所以说如果香港叫他回去的话，他还是要回去的。那现在他等于是不要了香港的身份他就做了一个声明他说以后呢我就留在加拿大了就等于是被迫流亡。这些他经历的事情其实还算是好的，中国大陆的人是司空见惯但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想象的。所以在香港生活没有安全感然后的话呢，现在经济也不行楼市也好，股市也好，现在全都给垮下来。所以现在香港的地位确实是非常惨所以加上美国在剥夺香港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以后呢，这个香港其实已经跟内地城市没有什么区别了。香港跟内地城市现在可能唯一的区别，大概也就是说它的互联网还没有被完全封死其他已经基本上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区别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事儿就是一个是这个极光的这个事，这事因为确实是很稀奇所以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下面的时间的话呢，就留给这个互动了就是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个会员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朋友问说，让儿你好，关于台湾加权指数从1992年之后，终于在2023年10月29号超越了香港恒生指数，对此您有什么看法？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台湾的经济其实最近有一些非常大的变化，这个蔡英文其实我觉得他搞经济还是搞得相当不错。蔡英文这个在上台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台湾呢，就是它的这个贸易现在已经不再面向大陆了。现在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已经超过了和大陆的贸易额，也就是说台湾已经把这个美国市场给开发出来了。开发出来以后呢，就是它等于是对中国大陆的这种依赖越来越小。这个对台湾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新的变化因为当台湾这个不再那么依赖中国大陆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渗透台湾的手段就变少了。从蔡英文主政以来，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台商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锐减44%。我们知道台商其实是一方面向中国大陆提供这个就业机会然后提供资金然后在中国大陆挣钱等于掏空了这个台湾，这个造成台湾这个产业空心化等等。那现在台商已经不再向中国大陆那么多的投资了，而且很多台商在往外撤，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安全这个是非常有好处的对于中共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渗透的话，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下面一个问题，天老师好，曾听过一种说法，中共许多高官长期用换器官换心血的方式来延年益寿，但是这反而造成自身免疫系统的弱化，进而对新冠病毒
就是几乎没有抵抗力，所以在几波疫情下，共党高官的死亡率反而增加许多。但近期疫情死亡率是小孩子最高，但他们不太可能涉及到这一点，想请教您对这个情况的看法。对中共高官这个换器官这个事儿哈，可能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哈，就是不再那么稀奇了。过去要说这个中共高官换器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就感觉好像是怎么可能是吧？但现在大家已经变成一个普遍认知的，或者是说大家都觉得不稀奇的一个事情。前两天咱们聊了一个新闻，就关于那个雪潮姐哈，大家不知道记没记得那个雪潮姐，她当时在这个西藏阿里地区。高山高原反应嘛，就是开车的时候出车祸了，然后呢，其实他全身器官、内脏很多器官都撞坏了。我看到的那个情况啊，那张表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是真的。他的肝脏、脾脏、肺很多地方他都给撞坏了。撞坏之后怎么办呢？就是他当时就是他自己没有造血机能的，然后他也没有这种循环，他可能就是通过那种血浆啊，就通过那种不断的给他打进那种新鲜的血液，然后呢让他能够维持这个生机。所以他当时这个换的这个血啊，他这个给他输血达到7000毫升之多呀。前两天咱们说了这事儿了啊，就是当时这个西藏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都要去献血，因为本来西藏地区人就少嘛，所以所有公务员都献血。然后的话，他爸包了一架湾流这个550飞机，从阿里地区直飞成都，然后成都华西医院开绿色通道，然后把他给送进去。这都是不可能的。他这一路走警车开道，说他们家是什么普通职员，没有什么政府高官背景。他整个做的这些事情涉及到警察啊，涉及到航空，然后呢，这个涉及到卫生系统，这个跨系统的这种协调哈，它一定是在所有这些系统之上的那个机构。然后呢，它跨越了海南、西藏、上海，还有这个成都，跨越了4个省，等于是4个省。然后呢，跨部门、跨省的协调，没有副国级以上级别的这种权利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这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只要跨省协调，就需要国务院这级别；只要跨部门协调，就需要国务院这级别。你说他们家到底是啥背景，对吧？完了之后的话，给他这个7000毫升的这个新血啊，完了之后呢，再给他换器官。所以呢，就是说这种事儿哈，大陆的人看到之后的话，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家肯定是这个换器官了啊。就是为什么送到华西医院？因为华西医院换器官是那个全国都很有名嘛，就那地方可能是有器官嘛，所以就给他直接就给飞机飞过去之后，那警车开道啊，一条绿色通道就进入华西医院，完了之后给他换器官，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至少从现在网上公布的消息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换器官这个事儿呢，也不新鲜了哈。那很多高官的话，他们换器官，我觉得也不新鲜。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大陆这个什么100多个女生大学生失踪啊，什么像咱们说江西的那个胡鑫宇事件等等，普通老百姓听到这种事情，第一反应就是他器官被人给摘走了。当然，你换器官之后，你就得会有这个器官排异反应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就要抑制它的免疫系统这种排异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当你免疫系统开始被抑制的时候，你确实对病毒的抵抗力就变小了，是吧？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中共高官的死亡率是蛮高的。当然，就像我刚才讲这个极光这个事情哈，你科学上有科学上的解释啊，就是说这是由于啊这个太阳风啊，其中这个带电的粒子啊，这跟大气的原子摩擦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是你科学解释。那实际上就是在玄学上有玄学上的解释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天人合一。所以这又回到这个病毒这个事儿哈，病毒这个事情其实呢。中国古代就是把它视为瘟疫啊，瘟疫的话，它实际上是有瘟神管啊，瘟神收谁不收谁啊，那就是看，他按照这个要收谁不收谁的原则来做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也经常讲，我说这个病毒是一种中共病毒啊，就是从它的这个研发啊，到它的这个泄露啊，再到它的隐瞒，造成全世界的灾难，就是中共病毒。共产党这个。我经常讲，它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邪教啊，所以呢，你跟着共产党站在一块儿的话，迟早会倒霉啊，迟早会倒霉。所以我觉得很多共产党的高官啊，就是这样，就是在这波疫情中就被清洗掉很多啊。当然，这种东西呢，我觉得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哈。我就是在讲我自己的理解，因为我是一个有神论者嘛，所以我觉得人世间所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都是有原因的。这次疫情的死亡率是小孩子最高呢，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次疫情是感染率小孩子很高，
但是说死亡的话呢，没有那么高，这个疫情的死亡率并不高，如果过高的话，全世界都会引起恐慌了。那但是呢，这波疫情的话也传到欧美，欧美这边的话，如果它是要发现，它有发现一些新的那种特别的病毒配系，它的这个基因排序发现一些新的病毒的话，他们会公布的啊。所以我觉得，反正总而言之，这一次的话，就是很多小孩子他们是这个被等于是这一次就是等于是被这个病毒给扫中了啊。我感觉呢，就是中国的这些小孩子哈，中国大陆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其实对小孩的影响是很坏的。很多这个小孩子小年纪刚刚一上小学就戴红领巾啊，这个宣誓向共产党这个血旗，向共产党的党旗这个血旗宣誓效忠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国内的话就等于是一切都是政治挂帅嘛，就天天学什么习近平的思想，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污染。这种污染的话要清掉啊，也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啊，我只是说以可能啊，因为我也不是神，我也不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想的啊，我只能说有可能是这种方式，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小孩子感染啊。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有神无神的这个事儿哈，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哈，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真是一定得谦卑一些啊。就是很多时候人的这种自大会给人带来很多的麻烦，不光是人自大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其实就是一些神，如果他要是自大的话，他都会给自己招来很大的麻烦。大家知道这个当年这个耶和华呀，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基督教里面说的这个上帝哈，造了天地人的这个上帝哈，他的身边是有一些天使的啊。中国人是把他们统称为神啊，在这个西方的词汇中，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啊，其他别的人咱们说他们其实也是神，会飞嘛啊，他这个 immortals 啊，就是他长生不老，在咱们看来就是神了，在他们看来的话，他们就把他们称之为不同的天使也分为不同等级。那耶和华身边最大的这个地位最高的天使是一个六翼天使啊，六翼天使的话就是有6个翅膀的天使啊，这个天使的话就叫那个 Lucifer 嘛，就是路西法，他就是这个在圣经中讲这个大天使啊，他都不叫大天，他比大天使地位还高，叫六翼天使，说他智慧完备，全然美丽啊，就他那个形象实在太好了。当然圣经中的话没有讲说这个是男女之分，他没有，但是非常英俊的一个人，一个神啊。完了之后的话，他智慧完备，非常聪明。他长得就是形象又特别的美啊，然后呢，这个地位又最高，而且又特别的有智慧啊，所以他后来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和耶和华平起平坐了啊，所以后来他就这个跟耶和华叫板啊，于是他就后来被耶和华就赶出了这个伊甸园啊。那这个这个路西法呢，他不甘心自己被赶出来嘛，所以他就召集了很多的天使，大概是1/3跟这个耶和华作对啊。所以后来这个 Lucifer 就变成了 Satan 啊，就变成了撒旦啊，或者说是魔鬼啊，专门跟这个耶和华作对的。为什么他后来掉下来啊？就是因为他起了这种自满的心，这种傲慢的心啊，就对他的这个主就是产生了这样的傲慢。其实你看到那个在佛教中也有这么一个人，那个人也是在佛教中一个很有名的人啊，就是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的话也叫调达，他呢也是啊，他觉得他长得跟释迦牟尼佛也挺像的啊。释迦牟尼佛是身高1丈6尺嘛，他是身高1丈5尺4寸啊，就比释迦佛矮一点点，而且也是长得非常好啊，相好庄严嘛。然后他也特别的聪明，所以他后来呢，一开始他也是跟着这个释迦牟尼去这个学佛，学着学着他的心就变了。其实释迦佛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变成他的这个反对派的，就像那个Lucifer 就是那个路西法对耶和华一样啊，就是他知道这个将来是要反叛的。于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一开始就劝他不要出家。这个人其实跟释迦牟尼还有亲戚关系啊，就 cousin 啊，属于那种表兄弟的那种关系。但是呢，他这个提婆达多呢，他就坚持啊，一定要这个跟释迦牟尼学佛，佛门广大嘛，所以他后来也就进入这个僧团啊。但是很快他就心里面就磨变了啊，就是他看起来好像一开始都是很认真呐，就是很精进呐，这个就是对释迦牟尼佛也很尊重啊。慢慢他就开始自大啊，自大之后的话，他就觉得他跟释迦牟尼佛没啥区别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煽动其他别的人跟释迦牟尼佛作对，
就是人的这种骄傲自大的这种心啊，或者说哪怕是一个神啊，如果起了这样的心，对他们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知道，在天主教里边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叫七宗罪啊。七宗罪的话，第一宗罪最大的罪过就是傲慢啊，就是傲慢就是人就是这个，在这个修炼界也好，就是包括在人世间也好，就傲慢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过。其实人在这个宇宙中实在是太渺小了啊！咱们想象一下，这个地球这么大，这么大哈，那比地球更大的太阳系啊，比太阳系更大的是银河系，然后上千亿个银河系组成这么一个小宇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宇宙有多大。相比于宇宙这种无限的时空来说，人的智慧有多么的渺小，人的这种生命多么的短暂，是吧？你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时空当中，在这么渺小的一个微小的这种空间当中，掌握了一点点的这个人世间的知识，那简直是在跟神来说的话，你比咱们人眼看到一个蚂蚁还要渺小，还要卑微，还要愚蠢。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拿什么东西去跟神有什么能够让你对神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傲慢的，对吧？你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你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像那种，呃，美国我知道很多他们的基督徒那种餐前祷告哈，他们都是感谢神赐给我食物，然后呢，我要用我这个生命啊，这个吃了食物之后我能够活下去，然后呢，我要用我的生命去荣耀神啊，为神去做工。就我看到这种祷告词，我都觉得这个祷告词真的是表现了一种人对神的谦卑。他没有说哦，这个粮食是我自己种的啊，我努力种了粮食啊，我努力施了肥啊，我努力这个松了土啊，我努力浇了水啊，我努力的收割了粮食，然后把它碾成了粮食，所以这个粮食我吃起来心安理得。他们在吃饭之前，天主教吃饭之前，基督教吃饭之前，他们要祷告啊，感谢神赐给他们粮食。他咋不说这粮食是他自己种的呢？他知道如果神不给他一个好的气候，不给他好的土壤啊，甚至神根本就不造这种植物的话，他什么东西他再努力的话，他都种不出粮食来给自己吃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确实是粮食是你种出来的，你也确实付出努力的，但是如果神不给你的话，你就没有这口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其实对于一个，信神的人来说哈，我觉得人的这种谦卑，几乎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可宝贵的品格。咱们中国人也在讲一句话，说什么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哈，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那都是从常人这种就是能力上来说的啊。比如说我数学特别好啊，我的高等数学特别好，那有人肯定比你牛多了，比我牛多了是吧？啊，比如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自媒体，我觉得我口才还不错，那口才比我好的人多了去了。这种叫做人外有人，但是实际上其实还有天上有天啊，天外还有天。所以就是比人更高的，那就是神那一级啊。神的话还有不同的等级。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啊，比如说这个基督徒在吃饭之前祷告说感谢神赐给他粮食。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在我心中的话，我也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个能力，比如说让我能够到美国来，能够让我留学，然后的话能够让我有这样的脑子去读历史、读数学、去读什么电子工程，完了之后能够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然后还能够坐在这儿和大家这么聊天。我觉得这一切东西的话，都是神赐给我，都是神赐给我的。我就像那些在餐前祷告的基督徒一样，感谢神赐给他们饭一样，我也感谢神赐给我这些能力。我觉得人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种谦卑的心，哪怕是你是一个亿万富翁，你要知道那神赐给你这么多的钱，让你干什么？让你去荣耀神呢？所以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你就不会再做那种为富不仁的事，你就不会仗着自己有钱就去欺负别人的事，仗着自己有钱你就去这个就是那个去瞧不起别人啊，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心。这个时候的话，你以一种很感恩的心，用你的财富，用你的智慧，或者是用你的什么的能力去荣耀神。当然，因为人都是神造的嘛，就是人都是神按照自己形象造的，那你帮助其他别的人的话，也应该是神很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人真的能有一颗谦卑的心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平的事了。我觉得可能很多就是我们看到的悲剧啊，就像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Satan 哈，那个撒旦，跟这个耶和华之间的这种就是相当于属灵的征战吧，就是撒旦和耶和华之间这种征战。
其实会毁掉很多生命的，因为有些人他会盲目的跟着撒旦呢，他可能就随之在这个过程中就被毁掉了。就像那个圣经启示录里面最后讲的，这个1/3的天使被那个赤龙的尾巴带到了地上嘛，就是从天上卷到地上，完了之后的话，他们就下场就很惨了，他们被扔到燃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去了，对吧？所以那是很惨的一个情况。就如果这个没有人，如果这个神也没有起这种傲慢的心的话，那不会遇到这样的悲剧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人呢，就是说好像是很聪明，其实那真的是很傻。如果他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很傻，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意识到有太多比他聪明的人，然后呢，他也意识不到神对他的这个慈悲啊，他也认识不到这种神的智慧。所以我觉得，就刚才这位朋友问这个疫情死亡这事儿哈，因为我是有神论者哈，就有感而发，说的就讲这个我的一些想法。其实如果人要是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一种谦卑的心的话，人少做坏事，少做坏事的话就少造业嘛。按照佛教的说法，少造业，少造业的话就不会遭恶报啊，或者少遭恶报，就不会遇到这种瘟疫流行的事情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事儿的时候，都不会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的，它的背后都有原因的啊，为什么会发生？OK， 好，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咱们说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32号，请问韩国、立陶宛、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这些民主发达国家和中共有引渡条例，近2年韩国和立陶宛和中共关系恶化，但是为什么没有终结引渡条例？阿联酋和中共有引渡条例，中共可以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和中东地区绑架或者暗杀任何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引渡条例的话，其实主要是刑事方面的这个引渡条例。其实大家知道那个赖昌星啊，就是原来那个远华案的那个人啊，他不是在加拿大吗？加拿大这个跟中国之间有引渡条例，当时中国就想把赖昌星引渡回中国，但是呢，这个整个引渡的过程呢，就是花了好多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得花了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加拿大如果认为这个人回国不能够受到公正的司法对待啊，或者说这个人如果回国之后他会可能会被判死刑的话，加拿大是没有死刑的嘛，就是如果一个人被引渡回国可能会被判死刑的话，加拿大就不会引渡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个很多国家虽然它和中共之间有引渡条例，主要针对还是一些刑事案，所以如果真的是有政治犯的话，你要像从这些国家引渡人的话，这些国家我认为不会把这样的这个中共眼中的政治犯交回到中共的手里啊，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没有终结引渡条例的话，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这个刑事这个案件解决刑事案件的这个需要吧。因为这个引渡啊，它双向的，就是你引渡我的，我也可以引渡你的，是双向的，没有说我只能我引渡你，你不能引渡我的，没有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引渡条例的话，它也保证了说，如果有韩国什么人犯了罪之后的话，他们也可以向中国提出引渡啊，也可以把这些犯罪分子引渡回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倒没有把这事儿看得很重啊，因为引渡主要是针对刑事犯啊，这个政治犯的话，人家也不会引渡，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至于说中共在东南亚为所欲为，这个绑架、搞暗杀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咱们真的也没办法啊，因为那些国家他们就是很怕共产党，在这个泰国呀，在这个什么缅甸呢，像这种地方，那些人他们都很怕共产党，越南、柬埔寨这些地方，他们都很怕共产党啊，所以这种事情确实有啊，确实有，咱也没办法啊。下面一个朋友问，世界局势真不乐观，有消息指出南美洲委内瑞拉又因石油气的原因要出兵邻国，是否请您评论一下？这事儿没有听说呀，这事儿你是在哪听说的？委内瑞拉现在情况糟得很嘞，现在，当时在这个，哎呀，上一个那个人叫什么？现在叫查韦斯哈，上面那个人叫什么？就是一个反美斗士啊，自认为是反美斗士，把委内瑞拉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而且委内瑞拉为什么要石油原因出兵其他别的国家呢？委内瑞拉全世界几乎是那个产油量这个石油含量最高的国家了，就是找到的那个石油的储量最高的国家了。不是他就沙烏地阿拉伯，他俩反正是第1、第2啊，就是他的石油的储量是非常高的。他为什么要用石油气的原因去出兵别的国家呢？他自己就都开采不完呢，这个不太清楚啊，对不起，不太清楚啊。您要是这个有什么消息的话，可以贴在我们下面，我们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哈。下面一位朋友问，这个智教授可否分析一下，当台湾大选绿营赢了之后，大陆会有什么行动？大陆会有什么行动？大陆也就是骂2声就完事儿了。我不认为中共会打台湾。现在这个
台湾现在呢，因为这个赖清德和这个萧美琴呢，他们这对配的哈，现在基本上来说，民调来说是排在前面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绿营赢的可能性非常大啊。赢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他们仍然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副总统，不会更改国号，不会修宪，不会搞全民公投。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美国也不让他们搞。如果你这样搞的话，就有可能在台海之间爆发战争嘛。如果你不搞的话，那么中共的话就没有理由来打台湾。美国的话也会帮助台湾这个就是维持安全啊，就是美国会协防台湾啊，日本也会，韩国也会，包括这个南方的菲律宾啊，包括这个韩国都会有可能啊，就是这个到时候团结成为一个像北约一样的集团啊，然后呢跟这个中共干啊，就是要保护台湾。所以我觉得绿营赢了之后的话，基本来说不大会发生什么事儿。这个其实我一直比较担心就是国民党啊，当然这里面不是说国民党都是坏人哈，国民党里面当然有不少好人哈，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国民党，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认可，我还是蛮喜欢的。那国民党呢，这个就是关键是他这个领头的人，如果他是被中共控制、被中共渗透的话，中共很容易就渗透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军队啊、这个情报系统啊、包括媒体啊等等。就是我曾经做了一个系列的节目，现在没做完哈，已经放了5集了，在我这个视频，在我这个天亮时分这个频道里边，讲中共的对媒体的渗透啊，对这个情报系统的渗透啊，中共对台湾的统战，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和中国大陆相比，它的优势和劣势等等。然后呢，我们这个礼拜5啊，我们会这个播一集关于这个台湾对外关系的这个事情啊，是我和江峰对谈的，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频道上播。所以就是说，那里边我们就讲到了很多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渗透啊，就是触目惊心的，非常可怕的这种渗透，而且手法非常隐秘啊。就像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曹兴诚，他在那个这个就是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中天的人访问他，然后曹兴诚说你这是匪台啊，完了之后中天就很不忿把曹兴诚给告了嘛，告到那个台湾法院之后，台湾法院说，曹兴诚只是表达他的那个个人观点啊，这个就是这个不犯法。其实整个中字头的媒体的话，都是被蔡衍明买下来了。你想蔡衍明他是做什么旺旺雪饼什么之类的，他怎么会去做媒体呢？他钱哪来的？他一花好几十亿啊！不光是买台湾的媒体，大量的买香港的媒体，那媒体都赔钱赔得一塌糊涂，然后蔡衍明就肯花钱去买，为啥？为啥呀？对吧？现在这个传统媒体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为什么蔡衍明要花这么多钱去买？这背后的话，他其实是有很多有很多人都在讲。那蔡衍明当时买了之后，这个还特别跑到北京去见那个当时的国台办主任是王毅嘛，就现在那个外交部部长。然后呢，跟这个王毅会谈的时候，王毅当时就讲说这个你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全力帮助啊。然后后来那个他们自己那个旺旺的内部的那个报纸里边，就是把这个事儿就给爆出来了啊。爆出来之后，后来其他另外一个媒体就看到了这个内部报道之后，就说这个蔡衍明说报告主任啊，我们已经买下了中天。就是他做这些事儿的话，他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他都是没有表面上，他不是一个商业决定，他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共他知道打不过台湾。其实就算是国民党当政的话，国民党也不可能说我宣布和大陆统一，不可能。因为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了，对吧？它不是一个独裁者自己说了算的，他必须得考虑民意。如果你真的想跟大陆和的话，你至少得经过一个全民公投，是吧？所以就是国民党他也不可能跟大陆就这么就统一了，那这个我是相信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有某一个党他被共产党渗透的非常厉害的时候，共产党他可能会想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渗透到你所有的这个军队啊、这个情报系统啊，这些关键的环节都被中共渗透，渗透之后或者掌握台湾的情报，那样的话，台湾就非常的危险，因为中共跟台湾硬打是打不过的。那就这个时候，他如果要是能够策反台湾里边的一些人啊，偷台湾一些情报啊，甚至台湾的一些高科技，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在这个渗透的过程中，逐渐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个才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台湾我觉得不管蓝绿哈，不管这个还是这个支持柯文哲的也好，不管支持哪一派的台湾人民啊，希望在支持他们之前，2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第一件事情，他们的大陆政策是什么？第二，中国大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经济真相、政治真相啊，中共对台湾的这种威胁，中共的这种集权的这种性质，一定得了解啊，这才叫做一个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啊，就是你在充分了解各方信息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个决定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大家一定得就是要把自己这个相关的这种知识一定要建起来啊，这个知识体系要建起来。当然我们那个频道里边讲的那个就是台湾大选这个系列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大家了解真相的这么一个节目哈，就是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吧。这个再下一个问题，张教授，这个大家说中国经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今年中国 GDP 增长 5.4%？ 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是真正的那种就是独立调查数据的来源，它的数据是中共给他呗，中国给他什么数据，他就拿什么数据在那假装分析，完了分析出来一个 5.4 呗，那实际上不可能啊，人不可能。大家这不要把这个话当真啊，他们其实根本就拿不到中国真正的这个真实的数据的。OK， 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张教授，一些欧美独裁国家之所以人民抗议可以推翻独裁政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军队和武警敢开枪。一些欧美独裁国家之所以人民抗议可以推翻独裁政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军队和武警敢开枪杀人民，而欧美国家的军队和武警不敢开枪。对此说法，张教授如何看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是因为中国人天生道德比欧美国家低吗？这事儿咱们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就是说共产党这样的一个独裁，这个不光是独裁了，就这样的一个黑社会邪教集团之所以能够存在，它是以败坏中国人的道德为前提的。如果一个人面对一个邪教，面对一个黑社会如此之麻木的话，共产党才会觉得安全。所以他从小就开始败坏中国人的道德。我只能这样讲，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人有天性，人天性中有向善的那一面，所以呢，就是总会有不断的有人觉醒，然后总会有不断的有人去说这些事儿啊，总会有不断的有人去做这样的启蒙。共产党的话就要把这种良心觉醒的人把他们抓起来，这是这样一个关系。中国人民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走上街头抗议，现在是因为大家都几乎已经默认了，觉得我抗议也没啥用啊。但是我觉得去年的白纸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去年的白纸革命是很多人意识到，其实在我们的民间的抗争之下，中共还是可以退让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当这个中国的经济真的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以至于甚至不能说大家都饿死吧，但是真的到大家就是这个民不聊生的这种时候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有人会起来抗议的，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话，也可能会得到中共高层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有良心的人反叛出来吧，最后去解决中共的问题。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逻辑推测而已哈，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话，咱们都不知道神是怎么安排的。好了，今天想聊的就是这些了哈，因为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竞权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